航母的极限有多大？为什么现在的航母最大不过10万吨？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某个大国的海军统帅，手里握着无限的预算，你脑子里会不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艘长度超过1公里、排水量高达100万吨的钢铁巨兽横亘在大洋中心。由于甲板足够长，那些原本只能在陆地起降的战略轰炸机，比如 B-52或者 B-21，可以直接从航母上起飞去执行远程轰炸任务。它的机库里能塞进上千架先进战机，所到之处哥斯拉都要退避三舍。这听起来是不是热血沸腾？感觉这就是人类海权的终极形态。只是航母真的能达到100万吨吗？它的极限是多大？听起来这个100万吨的航母很强，但火力军要泼盆冷水。如果你拿着这套蓝图去问五角大楼的首席工程师，或者是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的顶级专家，他们大概率会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你，然后告诉你那不是武器，那是人类史上最昂贵的自杀工具，也是一个国家破产的开始。这不是随便说的，而是有真实案例。在二战时期，德国的 U 型潜艇在大西洋上搞得英国人痛不欲生。当时的钢铁资源极度匮乏，炸药却满天乱飞，于是英国脑洞大开，想搞一个排水量220万吨的冰航母，名叫哈瓦谷工程。他们用冰块掺上15%的木屑，搞出一种叫派克瑞特的复合材料。这种材料硬度堪比混凝土，鱼雷炸上去也就是个坑，而且理论上由于它是冰做的，还能通过冷冻系统自我修复。结果呢，火力军只能说理想很丰满，为了让这220万吨冰块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不融化，内部得装一套庞大到令人绝望的冷冻制冷循环系统。工程师一算账，发现这套系统消耗的钢铁居然比直接造一艘同等规模的钢制航母还要多。最终这玩意儿由于动力根本推不动，成了一个巨大冰坨子，在加大湖里花了整整3年。在冷战时期，美军也手痒了，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移动近海基地方案，这也是100万吨级的构想。但美国比二战时的英国聪明了一点，他们知道单体船壳做不大，于是想搞模块化，就像我们玩乐高积木一样，把5-6个长约300米的半潜式双体平台在海上拼在一起，这几个模块一凑就成了一个长度超过2公里的超级甲板。理论上417全球霸王运输机都在上面玩降落，只可惜最后也黄了。这种拼凑出来的巨兽航速慢的像蜗牛爬，而且造价和维护费用当时的美军看了直打哆嗦。最终五角大楼还是老老实实的回到了福特级的怀抱，守住了那条被称为黄金极限的10万吨红线。既然历史上有人试过了，那咱们从硬核科学的角度拆解一下100万吨航母到底难在哪儿。对于一艘100万吨级的航母，无论是材料、动力、经费都面临很大的问题。首先就是材料，很多人觉得只要钢板够厚，航母就折不断。火力军要告诉你一个扎心的常识，在海洋面前，再厚的特种钢也像饼干一样脆弱。船在海上航行，由于波浪的作用，船体受力是极度不均匀的。想象一下，当海浪的波峰正好在船体中间时，船头和船尾实际上是悬空的。这对于一艘11万吨的福特级，这叫中拱。但对于一艘1000米长的100万吨级航母，这种力矩会呈几何倍数增长。由于船体太长，波峰撑在中间，两头数万吨的重量，由于重力作用会产生一种恐怖的撕裂感。当波峰在两头中间悬空时，这叫中锤。这就好比你用2只手拿住一根很长的筷子，中间用力往下压。在极端海况下，海洋产生的剪切力足以像掰断一根火腿肠一样，轻而易举地把100万吨钢材从中间直接撕成2截。目前人类顶级的 HY100特种钢，如果要把结构加强到不被折断的程度，那到时候光是这副钢铁骨架的自重就会让航母像秤砣一样沉入海底，根本没地方装飞机和弹药了。就算以后有了一个材料能建造100万吨级的航母，能放飞机弹药，但是它动不来。目前的福特级航母11万吨级，用了2座全世界最先进的 AB 核反应堆，轴马力大约28万，这才勉强让它能跑到30节以上的战斗航速，有甲板风让舰载机放飞。如果你想让一艘100万吨的巨物也跑到30节，根据流体力学里阻力随排水量和体积剧增的规律，你可能需要15座甚至20座核反应堆。这是什么概念？你不是在造航母，你是在造一个会游泳的切尔诺贝利反应堆集群，内部塞满了反应堆，散热怎么办？要把这么多核能转化出来的热量排进海水，你身后的海水温度可能直接就被烧开了，更别提那个螺旋桨了。要带动100万吨的巨物，螺旋桨直径达到几十米，轴承和传动系统在工作时的压力足以瞬间熔毁任何已知的合金。转速稍微快一点，叶片边缘就会产生恐怖的空泡效应，直接把自己震成碎片。退一万步来讲，就算材料、动力的问题解决了，怎么造也是一个问题。这样一艘100万吨级的航母足以吃掉整个国家。一艘福特级航母的造价大概是130亿美元，这还没算研发。100万吨级呢？火力军粗略估算，
起步价就是1500亿到2000亿美元。这还没算后勤保障体系，目前美国一年的海军装备采购总预算也就几百亿，也就是说，为了这一艘船，全美国的海军项目都得停工，大家陪着这一艘船玩。如果由于技术原因，这艘船在船坞里多趴了几年，整个国家的国防预算可能就被直接拖垮了。更惨的是，就算克服一切困难，造出来一艘100万吨级的航母也用不了。在现代战争的逻辑里，大不代表强，在各种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面前，100万吨航母也就是黑夜里一支2000瓦的大灯泡。它的雷达截面积大到在几千公里外的超视距雷达屏幕上闪闪发光，你想机动规避，对不起，100万吨的惯性，转个弯掉个头，甚至要花掉半个小时甚至更久。等你的船头开始转向，对方饱和攻击的导弹云已经排着队快飞到你脸上了。这艘100万吨级的航母也就意味着容错率为0。如果你有10艘10万吨级的航母，被打掉一艘，你还有90%的战力。如果你只有一艘100万吨的航母，它一旦被击中，哪怕只是甲板，因为应力受损出现了几厘米的起伏，导致几亿美元一架的 F-35无法起降，整个国家花费几千亿建立起来的海上威慑力瞬间就会清零。难受的是，很多人觉得100万吨航母皮糙肉厚，鱼雷炸一下也就留个坑，而这个想法是错的。现代重型鱼雷攻击大中型舰船，根本不是直接撞上去，而是在龙骨下方爆炸。鱼雷爆炸产生的巨大气泡会瞬间把船体托起，紧接着气泡破裂，船体又猛地跌落。对于10万吨的航母，这种气泡效应已经非常致命，而对于1000米长的100万吨航母，这种一抬一放产生的剪切力会因为力臂太长而产生毁灭性的效果。可能一枚放大后的重型鱼雷就让这艘巨舰的龙骨发生不可逆的扭曲，并且航母的防御依赖于大量的水密隔舱。但100万吨级舰船由于内部空间跨度巨大，局部的破损极易引发整体的结构疲劳断裂。如果舰体中部遭到重型鱼雷攻击，那一瞬间产生的弯曲力矩可能让整艘舰船从中间像折断甘蔗一样崩裂。巧的是，鱼雷去找100万吨航母简直不要太简单。航母的动力越猛，螺旋桨越大，发出的低频噪音就越响。100万吨级的巨舰为了维持哪怕15级的蜗牛航速，它的推进系统发出的噪声简直就像在水下敲锣打鼓。而潜艇找航母靠的是听音，几千公里外的潜艇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在潜艇眼里，这艘航母就是一个自带定位系统的超级外卖。还有很多人觉得航母大，装的飞机多，战斗力就强。问题在航母上，飞机数量不等于战斗力，出动率才是。福特级航母为了提升出动率，搞了电子弹射，优化了甲板布局。它现在一天能极限出动160到200架次。如果你造一艘100万吨航母，能装1000架飞机，你觉得出动率会翻10倍吗？答案是不会。甲板面积虽然大了，调度的逻辑复杂度是成倍增加的。1000架飞机在甲板和机库之间穿梭，加油、挂弹、检测，任何一个环节出点小错，就会引发整条线的大拥堵。就像上班路上的晚高峰，路宽了不一定不堵，车多了反而更容易出车祸。上面这些还只是作战方面的问题，后勤更是一大难点。100万吨航母的宽度起码在150米到200米往上，吃水深度可能超过30米。目前的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根本进不去，这意味着太阳从大西洋去太平洋支援，必须绕过南美洲的荷恩角或者非洲的好望角。这种战略机动性可能还不如二战时期的一艘慢速油轮，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正规军港能让30米吃水的巨物靠岸，它只能常年漂在远离海岸的深海区。补给怎么办？人员换班怎么办？为了这一艘船，你得把全球所有战略要地的干船坞和补给码头全部推倒重建。这个基建成本足够你再造2个完整的航母战斗群，而且这艘巨兽每天消耗的航空煤油、弹药和食物也是一个天文数字。要给100万吨航母补给，你得配一支由几十艘巨型油轮组成的专用物流队。这支补给队本身又是极其脆弱的，一旦补给线被切断，这艘100万吨航母在海上漂不了几天，就会变成一个饿肚子的铁疙瘩。除了这些，航母是需要定期进船坞维护的。10万吨级的尼米兹级进一次看船坞，要把几千个阀门、几万米管路翻新一遍。100万吨级呢，由于体量增加了10倍，它的管路系统、电力网络、通风设施的复杂度是呈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你前头的管子还没修完，后头的设备已经老化了。最终的结果就是，这艘船一年里有300天得趴在维修基地里。总的来说，我们在科幻片或者 PPT 里看到那些100万吨级的深海霸主，那是对纯粹暴力美学的原始崇拜。火力军也很喜欢看。只可惜，在真实的战场和物理法则面前，这只能是 PPT。12万吨已经是目前人类在跑得快、装得多、修得起之间所能达到的最强技术妥协。现在的海权趋势应该是智能化、分散化、无人化。与其造一个价值1000亿、体量100万吨的航母，不如造100个1万吨级的无人机母舰，分散部署。好了，这篇文案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未来我们会不会看到某种模块化的移动基地，在北极或者深海出现？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